你有没有接过那种让人想逃跑的任务？像是刚进公司，主管拍拍你肩膀，恭喜，从明天开始你接手整个部门。你一脸怀疑，主管，是不是有人辞职了？他说，没错，前一个人是摩西。这画面很像全班第一的学霸转学了，老师说你接下来负责带全班考第一，压力是不是直接爆表？这就是约书亚在约书亚记1章1到9节的处境。他原本是摩西的帮手，负责递水、听指令、做后勤。结果突然神对他说，我仆人摩西死了，现在你起来，合众百姓过这约旦河。哇，神开场就这么直接，人走了，你上。没有情绪缓冲，没有追思会，连慰问金都没提。神的意思很明确，新章节开始，别停在上一章。过约旦河这4个字听起来很浪漫，但现场其实很惨。那条河正是汛期，水满到岸边，百姓还要拖着帐篷、孩子、羊。然后神说，你带他们过去。约书亚心里可能想，主啊，你是不是看错履历？我只是副手，不是超人。但神没有给他逃避的选项，只给了一句核心命令，你当刚强壮胆。有没有发现神一直重复讲，你要刚强壮胆，只要刚强，大大壮胆，不要惧怕，不要惊慌。这感觉像妈妈送小孩去补习班前的叮咛，要专心听讲哦，不要偷滑手机哦。神不是啰嗦，是知道人会怕。神不是只给打气，他还给约书亚成功的秘密。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，要昼夜思想，好使你谨守遵行。简单翻译就是，约书亚，不要整天想怎么赢，先想怎么听。这句超打脸现代人的成功学。世界说赢在起跑点，神说赢在遵行点。神的应许也不是空谈，他说凡你脚掌所踏之地，我都赐给你。意思是我已经给你了，但你要走出去，踏下去。这就是信心的动作。你不踏出去，应许之地永远只是 Google 地图上的标记。神不是要我们等奇迹，而是要我们走进奇迹。有时候我们太像以色列人，主啊，求你带我进入丰盛。结果神说，好，先过河。我们立刻回，主啊，河有点深，你可以先分开吗？神笑笑说，你先下去，我再分。信心不是等环境改变，而是你先迈步。神要的是一个愿意失脚的约书亚。神最后对他说，我岂没有吩咐你吗？你当刚强壮胆，不要惧怕，也不要惊慌，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，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。这句话不是口号，是神亲自保证，你不是一个人在带领，是我在你旁边同行。约书亚要征服的不是敌人，而是内心的恐惧。当他愿意相信神的同在，他就已经赢了一半。所以当你面对新阶段、新责任、新挑战时，神对你说的话跟对约书亚一样，起来，别怕，因为我会跟你一起走。不过话说回来，神真的很了解我们，他知道我们有多怕，所以要讲3次刚强壮胆。这就像上帝在说，我不怕你怕，我怕你不动。因为当你踏出去的那一刻，你就会发现，信心不是无惧，而是有神同行的勇气。朋友们，约书亚不是因为不怕才成为领袖，他是因为怕却仍然走。勇气不是情绪，而是一种选择。当你选择相信神的同在，
你就已经踏上应许之地的第一步。